哎，你听说了没？风雨柔又和他那个富家小少爷分手了。真的？那季机长还不得抓紧时间表白啊？听说季机长早就定好了订婚场地和钻戒，就等着飞机落地求婚呢。哇，有时候也太羡慕人家雨柔了吧，能被季机长这么坚定的喜欢着。哎，洛生，你来的最早，跟季机长的关系应该还不错吧？你能不能帮我们两个打听打听，他求婚成功了没？啊？那你们肯定要失望了，他们俩私下连句话都没有说过，怎么可能关系好？对不对，生生？对，我们不熟。即便我做了纪凌川3年的女友，可我却是连承认我们关系资格都没有的地下情人。说起来，方雨柔这个月已经是第4次临时请假停飞了，每次都是你帮她擦屁股。要我说，你就不该帮她，就该治治她的大小姐脾气。哎，雨柔心情不好，明天你替她顶一下吧。好，没事儿。纪凌川，为了能和方雨柔在一起，你真是一刻都等不了吗？今天我还有事情，我把你送出了机场高速，你自己打车回家。下这么大的雨，有什么事儿一定要今天做。对，很重要的事情。下车。师傅，麻烦跟上前面那辆车。哎呀，要是有人听说我听说，我可以马上就打起来。看人家。雨柔，当我见到你第一眼时，我便对你产生了不可自拔的喜欢。接下来这一辈子，我会照顾你，呵护你。嫁给我吧。嫁给他，嫁给他。我本以为不这么强的，守在纪凌川身边，他迟早有一天会爱上我，和我结婚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纪凌川，你就像那颗糖一样，甜了我一世，却苦了我5年。爱你真的太痛苦，我放弃了。爸，我答应你，3天后，最后一次纸飞任务结束，我就回海市和唐家联姻。离开了没有痕迹，然后我就是太忘怀了，风中飘起和你相遇。每当我想起曾经，还是爱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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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难道爱不能清醒？爱你，我的心。Take a deep breath, listen to the voice. They've been laughing you. If you what you feeling, yeah. 我今天身体不舒服，
季凌川，我真的很不舒服。你是真的病了，需不需要我陪你去医院？不用，我休息休息就行。发生什么了？看上去你好像心情不好。连川哥哥，我不知道你叫我过来是为了要和我求婚。我下午已经和一晨复合了，真的对不起，连川哥哥。那个，没关系，是我太着急了。我也不是故意要给你难堪的，就算我们做不了情侣，也可以做好朋友啊。没怎么，你好好休息吧。少少，听说季凌川求婚被拒了，真是天道好轮回，活该。原来他表白被拒，心情不好，所以就跑来我这消遣。我在他心中到底算什么？一个发泄欲望的床伴。季凌川，哥哥，我一个人在医院。我们分什么？你一个人在医院？好，我马上就过来。季凌川，我要跟你谈谈。雨柔发烧了，现在在医院，等什么时候回来再说。秦助理，给医院打电话，叫院长给雨柔看诊，把季家的私人病房安排雨柔住，她不喜欢吵闹。原来爱雨柔还真的很明显，犯傻的不过是我一个人而已。季凌川明明是航空巨头季家的大少爷，他为了追求方雨柔，隐藏身份来做机长，却没想到和我酒后乱了心。雨柔，不要走，不要离开我。季凌川，你喝醉了，我不是方雨柔。我没醉，我爱你。少爷，按您的吩咐，已经通知总部人事把方小姐破格转正了。航司上下没人知道是您下的命令，您尽管放心。雨柔，你真幸福，只是起了低烧，江少就给你买了限量款包包安慰。要是我有这样有钱又大方的男友，该多好。是啊，哎，雨柔，我听说这个季记者既是跟你求婚，又在医院守了你一整晚。那你们两个现在……哎呀，你们误会了，我和林川哥哥只是好朋友，我只是跟他说了一句害怕，我也没想到他会来医院立刻陪着我的。听说他好像一路上还闯了好几个红灯。生生，真是对不起，昨天又麻烦你替我顶班了。以表感谢，我特意给你准备了榴莲蛋糕。生生，你怎么不收啊？你是不是生我的气了呀？方小姐，整个机组的人都知道我对奶油过敏，你还送我蛋糕，是不是想让我死？没有，生生，这你就误会我了。我也是从林川哥哥那里听说你喜欢吃榴莲蛋糕的，但我也不知道你奶油过敏啊。方雨柔，
你每次拒收的蛋糕，最终都会像垃圾一样丢到我这边，我还要装作美味的吃下哄他开心。我每次都是严重过敏，有一次还进了 ICU。现在想想，我真是蠢透了。哦，对了，洛生，我平常没少听林川哥哥提起你，你们两个很熟吗？不熟。林川哥哥，林川哥哥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就是突然想起来，与洛小姐一起共事了这么久，竟然在她的口中评价是不熟。整个机务组，季大机长怕是只和方雨柔小姐熟了吧？我们可入不了您的法眼，和您确实不熟。七青，你怎么和林川哥哥说话的？我就说怎么了？我还要说你？求你以后办点人事，少让洛生替你顶班。好了，青青，别说了，希姐马上就要来了，赶紧找位置坐吧。走吧。生生，你干嘛拦我？我今天非要问问那个姓季的，到底什么意思？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但这是我自己的事儿，我想自己解决。走吧。今天开会之前，我首先要批评方雨柔。这个月你已经临时旷工4次，我们机组庙小，你要耍大小姐脾气，可以辞职，现在就批。乘务长，我又不是故意的，况且服务也没有出现意外啊，也没有客人投诉我们的吧？我也让洛生替我去顶班了，你至于跟我这么上纲上线吗？方雨柔，你是洛生生的还是他养的？他有什么义务一次次替你顶班？洛生，你说是不是？是。以后我拒绝给任何人顶班，希望你不要再找我。洛生，我们之间都是同事，同事之间你至于吗？洛生说的对，大家都是同事，凭什么要帮你？你知不知道，因为你的不专业，给我们每个人增加了多少工作量？依我看，工作不适合你，趁早找个男人嫁了，老老实实的在家当个花瓶。乘务长，你说话也太难听了。好了，乘务长，话过，今天到此为止吧。行，看在季机长的面子上，下不为例。今天会就开到这儿。洛生，你敢让我这么下不来台？给我等着！什么？你要回家联姻了？以前是我太任性了，总想捂热一个不爱自己的人。现在已经想清楚了，趁早离开也不是件坏事。也是，踹到这个，下一个更快。生生，回去继承家产了，可别忘了姐妹我啊。放心吧。雨柔，你怎么了？林川哥哥，怎么了？雨柔，她的手链来的时候还好好的，现在就突然不见了。明明开会之前还在的，我哪儿也没去，怎么会丢了呢？雨柔，会不会是没丢，被人偷了呀？你们看什么看？难不成怀疑我们偷了破手链？现在除了洛生的包以外，其他的地方我都已经检查过了，根本就没有。洛生，你能不能让我检查一下你的包？凭什么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？我说了我没拿，你没有权利翻我的东西。你说你没拿，那你为什么不敢让我检查一下你的包？那可是林川哥哥送我的生日礼物，我不管，我今天就是要检查一下。雨柔，雨柔，你没事吧？林川哥哥，
你看他，我摔得好痛。罗生，雨柔只是想翻一下你的包而已，如果你没有拿，让她翻一下怎么了？还是说你心虚，怕做了事情被发现啊？你也觉得是我偷了他的东西？季林川，你还是男人吗你？好，季林川，你说是我拿了他的东西，我现在就让你们看清楚，如果我的包里没有，我要他给我道歉。好。洛生，你竟然说你没懂，那这是什么？哇，这手链真好看！听说是季家新出的新款配饰，全球限量50个，不仅很贵，而且还要凭身份才能购买。林川，怎么了？这个手链看着确实不错，很适合当生日礼物。我的生日就快到了，没想到他还记得，真想生日那天早点到来。真可笑，明知道他心心念念的人是方雨柔，却还总对他抱有一丝幻想。现在人赃俱获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陆生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认定了这手链是我偷的，对吗？这大家都看到了，证据确凿，由不得我不信。好，方雨柔，你说是我偷了你的手链，你有证据吗？大家都看到了呀，这不就是证据吗？所以就是说，有没有可能是别人放到我的包里陷害我的？林川哥哥，你看他，我只不过是想让洛生跟我张口道个歉也就算了，你看他现在这副样子。洛生，你就不要嘴硬了。会议室里前几天刚装了监控，现在去监控室查一下便能一清二楚。监控啊，林川哥哥，其实你送我的手链，我能把它找到就已经够了，我觉得其他的已经不重要了。不行，现在就去监控室把监控调出来，看看到底是我偷的，还是被别人诬陷的。我洛生行得正，坐得直，受不了这种委屈。我们走，走，哥哥。雨柔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哮喘病犯了？我现在带你去医院。我们把话说清楚。洛生，你瞎了吗？没看见他哮喘病犯了吗？我现在没空搭理你。季林川，我还是第一次发现你这么眼盲心瞎，但也谢谢你，让我清醒，清醒的放弃你。陆生，你和季机长之间，谢谢，我们没有关系。本来呢，今天我是打算宣布年纪大了，准备停飞的事儿。我向总部推荐了你做新乘务长的。希姐，我可能不太合适，你还是考虑一下其他人吧。陆生，你可千万不能犯糊涂啊！以你的能力还有经验，是最适合接任我的人，名字我都报上去了。而且，你做了乘务长之后，日后即便面对机长，也不用再委曲求全了。希姐也是一片好心，只是我现在还不能告诉她我要离开的事。那就谢谢希姐了。林川哥哥，我不喝了，你都把我喂胖了。好。听说了吗？希姐要停飞了，总部要重
心提拔新乘务长，真的假的？要是提拔陌生，到时候咱们就惨了。放心，新乘务长的位置还轮不到他。林川哥哥，听说希姐马上就要停飞了，咱们机务好像要重新竞选乘务长了。希姐确实到年纪了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我想竞选乘务长，可是林川哥哥，你在咱们公司又没什么背景，现在虽然是机长，可是机务这方面你也帮不上什么忙，还是算了。我让逸晨来给我帮帮忙吧。交给我，我来解决。秦助理，通知总部，把新乘务长的位置给雨柔。少爷，简溪停飞前曾和总部推荐罗生骆小姐接任她的位置，要让方小姐顶替罗小姐的名额。林川哥哥，雨柔她身体不好，飞不了多久。我想洛生他应该会理解。好的，少爷。省长啊，唐家催问了好几次，你准备什么时候回海市啊？等最后一次直飞结束，就回海市。好，到时候唐家会派私人飞机去接你。爸，这太招摇了。操作失败。爸，我这还有点事儿，先不跟你说了。你把密码改了？这么晚了，有事儿？是不是因为我帮雨柔说话你生气了？生气？或许以前我会。有空吗？我有些工作上的事想跟你说。有空。你要说什么？林川哥哥，你现在可以过来一趟吗？雨柔找我有急事，下次有机会再跟你说。好。季宁川，当你知道我要离开，你会心痛吗？哎呀，这是他呀！哎，青青，怎么了？生生，你快来看，总部竟然任命方雨柔为新的乘务长，而不是你。这偷东西真是……还说你因为盗窃他人财物不能晋升，这简直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。洛生，今后我就是你的新乘务长，希望我们能不计前嫌，继续合作愉快。方雨柔，在我面前就没必要惺惺作态，虚伪。季凌川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你是说晋升的事情？我也是刚知道。你确定你是刚知道？他这个样子，难不成是知道我的身份？不对，我藏得很好，他应该不知道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任命雨柔为乘务长，那是总部的意思。再说了，你有偷取他人财物的前科，取消你的晋升，那也是合情合理。季凌川，是不是在你心里，方雨柔说什么你都相信，我说什么就都是错的？我压根儿就没有这么想，当时那是证据确凿。季凌川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等一下，我向总部申请，给你放几天假。最近你先停飞。不需要，反正也就是24小时。季凌川，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跟你直飞，从今往后，
我们再也不见。什么24小时？为什么看见他这样，我会莫名的心慌？我发现以前简溪分配的工作很不合理，过夜需要服务的乘客很少，我觉得一个人就足够了。洛生，以后就由你来全职负责过夜乘客，没有问题吧？方雨柔，你别太过分了。好，我答应。生生，他明摆着故意整你，就这么答应了？他再怎么折磨，也就这一次，我忍忍就过去了。倒是青青你以后还要继续工作，为了我得罪的不值得。哦，对了，洛生，从今以后，你从头等舱降为经济舱，还有负责扫厕所、送水等杂活，我觉得都由你去做比较合适。什么时候我满意了，什么时候再调回去。说完了吗？没事的话，我就去忙。你刚说的话什么意思？放开！我不说清楚。林川哥哥，你们这是？林川哥哥，你跟洛生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没什么关系，飞机就快要起飞了，我回驾驶舱了。洛生，因为你，林川哥哥都对我冷淡了，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你怎么回事？哎呀，真对不起。洛生，你怎么也不注意着点呢？真是的。实在抱歉，我再去给您接一杯。行。尊敬的各位乘客，我们的飞机即将降落在。什么事啊？该不会是要发生空难了？我还不想死。哎呦，什么事啊？金立川，出什么事了？货舱莫名起火，不过飞机已经降落了，马上就能滑行到预定停机位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疏散乘客离开。洛生，我现在才是乘务长，这里还轮不到你来发号施令。各位乘客，飞机现在由于机舱失火。方雨柔，你现在这么做只会引起乘客的骚动。飞机现在已经出现事故了，谁先下飞机谁才能活命。你现在去通知这一帮人，已经够耽误时间的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想活，就不要在这里耽搁我的时间，赶紧给我让开！快点！大家不要着急，飞机已经着陆，不会有任何的意外。走，大家小心一点，大家不要直接4个儿童，大家排成队，一个一个走。舱内还有4个儿童，让开！小孩子，不要走！别管了，小孩子，找出我什么事？快让我下！大家小心孩子，注意安全！谢谢。季机长，救护车就只剩最后一个位置了，您确认下，还有没有人要送医院？洛生呢？不知道，刚刚还在客舱疏散乘客呢，该不会还没出来吧？什么？生生，你怎么了？洛生，你怎么这么多伤？你没事吧？医生！林川哥哥，我的手好像骨折了，好痛啊！
雨柔，你先忍忍，洛生好像更严重一些。洛生，你就知道这个洛生，你是不是不在乎我了？生生，你终于醒了。金临川呢？提他干嘛？你再多睡会儿。你过来，我跟你说，你知道隔壁床那个姓方的患者吧？就一个手指受伤，哭天喊地的，还嚷嚷着要换单人病房。他身边那个机长才叫离谱，明明这个被踩踏的患者伤得更重，结果把他扔到一边，让他女朋友坐救护车，简直不当人。生生，你千万别生气，大不了就当这3天喂了狗，早有他金临川后悔的。放心吧，要是以前，或许我还会有那么一丝难过，但是现在，我已经完全不在乎。爸，生生，你现在在哪儿呢？唐家的私人飞机都已经到了羊城机场，大家都在等你呢。我这边出了点意外，我现在就过来。好。生生，你怎么不告诉伯父你受伤了呀？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静养。唐家事强，婚宴也已经定下来了。我作为弱势方的联姻对象，不能惹得唐家不高兴。早知道是这样，我当初就该劝你不要答应联姻。或许这就是我的命吧，但如果能用我的婚姻来换取洛家的安宁和平稳，也值了。好了，别愁眉苦脸的了，帮我换衣服吧。你的伤怎么样了？临川哥哥，哎呀，临川哥哥，你快来！怎么了？你快给我换单间住，这地方我真的受不了了。行。我先去给雨柔换个病房，你晚上等我，我回来有事跟你说。不必了。金临川，再见。爱到妥协，到头来还是无解，抱着你不让你飞，历史不能重演，我好累。爱到妥协，也无法将故事再重写。他这什么意思？最后通牒。青青，那就麻烦你帮我把辞职信报上去了。等我在海市站稳脚跟，我就过来接你。生生，你在那边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。那我先走了。切切了时间，蒙红了双眼，往事的光圈，每一瞬间都感觉，打破过去的昼夜，是孤独的修炼。说再见不如忘掉那
再见。季林川，再见。为什么我的心会突然这么难受？少爷，都安排好了，可以给方小姐转病房了。雨柔，听总部的人说，你这次乘务长任命是咱们杭四的少东家亲口通知的人事部，你这什么时候调到咱们少东家啦？少东家？还跟我们两个装糊涂呢。咱们杭四的少东家平时都那么神秘的，要不是对你有意思，哎，怎么会突然帮你升职啊？看来有些人啊，哪天可就要嫁进豪门了，到时候可别忘了我们两个。杭四少东家，我跟这号人物打过交道吗？不过雨柔，你现在身边有着江大少和季机长，现在又多了个杭四的少东家，你这也太命好了吧！快说说，你准备选哪一个呀？难道杭四的少东家真的喜欢我？你们在聊什么呢？林川哥哥，我们刚才在聊洛生，听杭四的人说，他好像辞职了。什么？洛生他辞职了？是呀，听地勤的人说，他那趟航班飞往的是海市，也不知道他突然发什么疯。要我说呀，他就是怕我们杭四追责，毕竟他可把我们雨柔都害成这样了。这也不全怪洛生，也有我自己的责任。林川哥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哎，青青，洛生为什么突然辞职？真是难为季大少，百忙之中还能想起生生这号人物。生生马上要结婚了，季大少不会不知道吧？不可能，除了我，他怎么可能会跟别的人结婚？你是不是在骗我？告诉我他到底去哪儿了？季大少，你未免也太过自信了。实话告诉你，生生要嫁的人可是海市首富，唐家大少爷唐玉。生生跟了你3年，你不懂得珍惜他，自然会有人珍惜他。你真的没有骗我？他真的要结婚了？怎么，失去了才知道后悔？后悔？该后悔的人是洛生，为了离开我，他居然嫁给那个疯子。他难道不知道唐玉的5任未婚妻没有一个善终的？嫁给那种疯子就是自取死路。纪凌川，我看你就是嫉妒。生生嫁给唐玉而没有嫁给你，所以你才故意诋毁他。诋毁？你要不出去打听打听唐玉，看看我究竟有没有骗你？你要还是洛生的好朋友，那你就趁早劝他回头，免得他掉进火坑里。纪凌川，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你知道为什么生生宁愿嫁给唐玉，也不愿意和你在一起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跳进火坑，他未必会死，但是他和你在一起，他会委屈到死。纪凌川，生生想要的，你根本给不了他。师兄，太热的夏天，我想念两人牵着手的大街，我想念你说过的那种永远，离我有多远？
林川哥哥，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到了，你现在可以睁眼了。林川哥哥，你这是？为了庆祝你出院，我把这里全都包下来了，只要是你喜欢的，随便选。可是林川哥哥，把这里包下来也实在是太贵了，你也只不过是一个机长，这有点太贵了吧？钱的事情你不用担心，这是我的副卡，以后只要你喜欢的，随便刷。谢谢你，林川哥哥，你对我真好。你过来，这个第一排看到了吗？上面那个帮我包起来。算了，这一整面墙都给我包起来。林川，这里的东西都太贵了，要不我们换一家店吧？今天你过生日，价格不重要，只要你开心就好。那好吧，那就这件吧。你不选件贵的？不用，我有这个就够了。更何况你送我的心意才是最珍贵的。喝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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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一个！哎呀，雨柔，这酒季大机长可以替你喝，但是这真心话必须你自己来回答。你说，快说。那我就抽一张呗。嘿，问是什么呀？你最大的梦想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呀？没意思，换一个，就这个。我的梦想呢，是可以嫁进豪门，做一个贤妻良母，拥有一家自己的酒庄，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喝上印着我标志的红酒。哎呀，没意思！哎，再这个，多没劲！换一个。哎，快说呀！真要讲这个呀？能不能说？快说呀！快说！哎呀，说了。金助理，把我名下的酒庄转让给宇宙，再通知公司的采购部，把今后航司供应的红酒全部换成这个。是。一直到彩虹出现，这一刻才发现，在相一次之前。为什么我总想到陆生？他离开了，我难道不是应该觉得甩掉包袱，感到开心才是？会为爱说着美丽的谎。江一晨，你骗我说你在国外出差，背地里就是跟小三在那里偷情，是不是？方雨柔，你烦不烦啊？啊，我不过就是在外面多养一个你，那又怎么样？我给你少花钱了吗？你要是聪明点，就该装作看不见。哼！江一晨，你不是说过只对我一个人好吗？我不管，今天你必须要跟这个女人断了。你搞清楚，你不过是老子在外面养的一只母狗，当狗要有当狗的觉悟，你明不明白？还想骑在老子头上撒野啊！江一晨，你个混蛋，我要跟你分手！这么多年，老子供你吃供你穿，给你花了这么多钱，你说不伺候就不伺候了啊？要分手也行啊，但你在床上伺候我的视频还在我手里，搞不好我会发出去。江一晨，你混蛋！我就是混蛋，你能拿我怎么样啊？雨柔，你没事吧？林川哥哥，你个贱人！方雨柔，你还敢说老子？你不是背着老子也在外面包养了个小白脸吗？闭上你那张臭嘴！我跟雨柔之间没有你想的那么龌龊。哼，还真是条好舔狗，
听得一愣一愣的。哼，方雨柔，从来都是老子绿别人，没有人敢绿老子。方雨柔，老子弄死你！这是你！川哥哥，川哥哥，林川哥哥，你没事吗？来人呐！有人呐！叫救护车！来人啊！林川哥哥，你终于醒了。昨天你要吓死我了，医生跟我说那刀口再偏个几公分，你连命都要搭进去了。林川哥哥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当然是因为你啊！为了你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林川哥哥，我家境很不好的，我还有江一晨那样的前男友，像我这样的人，不值得你对我这么好的。雨柔，我知道你一直过得很委屈，但今后只要有我在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，绝对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。雨柔，我喜欢你。林川哥哥，公司那边给我安排了1周的连班，你让我回去再冷静冷静，给我一段时间，我再想一想。当然可以了，等你回来，我给你个惊喜。那林川哥哥，我就先走了，你照顾好你自己。你干什么？我就是发个烧而已，搞得跟生离死别一样，至于吗？我不管，季凌川，我不准你出事，我就要在这陪着你，等到你出院为止。我没事。我怎么又想起了老生？我真正爱的人是雨柔才对。既然他现在已经跟江一晨彻底分手了，正是我光明正大追求你的时机。秦助理，你来一趟医院，我有事情跟你交代。少爷，给我准备一个求婚场地，1周后我要向雨柔坦白，向她求婚。怎么了？少爷，方小姐这还不知道您的真实身份，就已经用您的副卡刷了70多万。求婚这事儿是不是慎重一点？才70多万而已，你是觉得我们季家养不起他吗？少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想不通，老爷给你找了那么多富家小姐，你都不屑一顾，怎么就偏偏方小姐不可呢？啊，对，我已经在登机口了。啊，待会儿约饭吧。阿姨，你怎么样？你哪儿不舒服啊？江深突发什么疾病吧？什么情况啊？阿姨，方丈好像好点了。怎么样？先扶起来。好。慢点。谢谢你，小姑娘，谢谢啊！谢谢。就这么走了？看他的衣服，应该是新来的实习乘务员。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？季总，这是新来的实习乘务员，好像叫方雨柔。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女孩像她一样，冷静善良又不求回报。这辈子我认准了她，非她不娶。
好好准备，这次不容有失。是。小心点啊！少爷，您这刚拆线还没好，这里有我盯着呢。你不了解雨柔的喜好，我亲自来才放心。不能用红色的花啊！雨柔她不喜欢红色，喜欢粉色。把这些所有红色的花全部换成粉色。是。快去。送给雨柔酒庄的样品是到了吗？把这些所有的酒水全部换成那个，正好给雨柔一个惊喜。是。换掉。雨柔忙了一周，肯定没有好好吃东西。除了这些糕点以外，再给她准备一些饭菜，口味要清淡一些。是。去。少爷，别站着了，快坐下休息吧。好。少爷，从巴黎加急定制的戒指到了，是安曼大师亲手打造的，全球仅此一枚。雨柔的航班什么时候落地？求婚宴的请帖都发出去了吗？还有半个小时，已经安排人去接了，差不多1点钟就能到。海市各大豪门的请帖已经派发，客人稍后就到。好，那就再等等他吧。机场终于找到真爱了。季少，不是说1点就到了吗？这都5点了，怎么人还不来？该不会爽约了吧？是啊，季少，我们在南市也是有头有脸的，总不能让我们在这儿漫无目的的傻等吧？就是，这该不会是出事了？赶紧去查一下，雨柔现在到哪里了？是。少爷，怎么了？方小姐刚落地就去了城郊的度假酒店了，听司机说，到现在还没出来。什么？难道是忘了和我的邀约？有可能，她平时确实比较迷糊。走，跟我去度假酒店。是。哎，不能停在这儿，下车，下车！李教，快下车！哎，季少，您怎么有空来我们这儿？他住哪个房间？带路。他在309房间这边请。季少，他就住这间房。嗯。你是不是惦记那个小白脸啊？你不去找他，不怕他难过？江少，我最在乎的一直都只有你一个人。我只是把他当成我的一条舔狗罢了。我最在乎的只有江少你一个人。真的吗？我看你对那个小白脸挺上心的。这要是设计陷害你的同事若生，又是你该不会是喜欢他，想调他做你男人吧？江少，我只是喜欢他的钱而已。我本来以为这个纪凌川脚踏2条船很难钓呢，没想到他居然这么蠢，轻而易举的就把他的副卡给我了。说来也是奇怪，他那张副卡还真是金刷呢。你这么喜欢他的钱，那你就去找他，留在这里干什么？不是这样的，江少，他一个穷逼长，哪能跟您相提并论呢？只要您别计较，我前2天跟您撒气了就行。那个小白脸前2天还为你来了，你就不怕他看到你这个自然的手心？
我只会在江少面前下贱。不是都说男人喜欢人前冷傲，然后放荡吗？真的吗？只要你今天把本少伺候舒服，本少再给你500万啊！把江少伺候的欲罢不能。少爷，现在怎么办？谁在门口？这么大的钻戒，居然没人要！干嘛呢？快过来！来了。江少，我只是喜欢他的钱而已。我本来以为这个纪连川脚踏2条船很难掉呢，没想到他居然这么蠢，轻而易举的就把他的副卡给我了。没想到我害了这么多年的人，竟然背地里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可以做，还亏我这么维护他喜欢的。他说的没错，我真他妈蠢到家了！不对，如果4年前的人是方雨柔，让他救完人会不要好处转身就走？还是说这4年能让一个人变得面目全非？或者说，你去给我查4年前去2行长楼救人的乘务员到底是谁？是，我现在派人去调查。立刻给我滚回来！跪下！身为季家少东家，当众宴请南市众豪门，一起看你被放鸽子，季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。还有那个方雨柔，你看看他到底是什么货色？学历造假、经济诈骗，还有流产证明。哎，川啊，以后找女人之前擦亮眼睛啊！方雨柔这个事儿要处理好，别再给我们季家丢脸了。爸，你再等等我。等什么？你是不是还对他余情未了？你是老爷，找到了4年前航司的嘉奖文件，还有当时目击乘客视频影像。少爷，真的是你？这些年我到底都对你做了什么？纪连川，再见。方玉柔，该死！秦助理，给我举办一场酒会，通知方玉柔务必参加，我要让她为她做的事情付出代价。雨柔，你怎么了？从昨天晚上开始，纪连川就不回我消息了，该不会是因为我爽约生气了吧？这不能吧？要不然再给他打个电话试试。方小姐，我们少东家准备在2日后举办私人酒会，他特意嘱咐，希望方小姐届时能够盛装出席。少东家，是咱们航司的少东家吗？是的。哇，雨柔，你听到没？少东家要办酒会，还特别要你盛装出席，说不定要打算向你当众表白呢。是啊是啊，雨柔，这次你可要好好挑个礼服，好好打扮打扮，千万不能辜负了少东家的期望。还有啊，就别想那个纪连川了。对，你们说的对，咱们现在就去准备，走吧。
这个是娱乐圈的大佬，还有那个房地产公司的大老板，这可都是我平常在杂志和电视上才能见到的人。没想到有一天我可以见到真人了。门口保安怎么干的？这可是南越航空少东家的私人酒会，怎么什么阿猫阿狗都让混进来？你个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！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可是南越航空少东家看中的女人，说不定未来是季家的少夫人。你敢得罪他，就不怕季少怪罪下来？什么？少夫人？我刚才是开玩笑的，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，别因为这点小事儿影响了我们两家的生意。少夫人，这是我的名片，希望您在季总和季少面前都提提我，最好是能达成合作。你们放心吧，我会在季少面前多美言几句。哎，宝贝儿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江一晨，你给我老实点，今天我要在季少面前留个好印象，你别弄坏了我的好事。行，不过今晚你可要假装好好伺候我。南越航空少东家到。少东家。你就是季临川？季少，前几天都是误会，希望你不要见怪。误会？我并不觉得我和江少之间有什么误会。没想到杭司的神秘少东家竟然就是季临川，这下我嫁入豪门可是板上钉钉了。临川哥哥，我没有想到你就是杭司的少东家，前几天你怎么不回我消息啊？你知不知道我有……临川哥哥，前2天你在医院向我表白这件事情，我已经想了很久了。我同意你的表白，临川哥哥，我愿意嫁给你。方雨萌，你还不知道吗？这枚戒指是我前几天精心为你准备的礼物。临川哥哥，你在说什么呀？这个戒指明明是我自己捡到的呀！听不明白是吧？很好，你很快就明白了。哎，江少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江少，我的天哪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视频里的女人不就是她吗？想不到她是这种人。没想到表面上看起来挺单纯的一个，私生活这么乱。哎，那不是江一晨吗？哈哈，合着这对狗男女早有一腿，还骗我们是季少未婚妻，真不要脸！不是这样的，这些视频都是合成的。临川哥哥，你要相信我。你想多了，惊喜还没结束。曹玉柔，都是你把我爸妈的养老金都骗走了，害得他们没钱治病，我要你偿命！方雨柔，为了你，我把我能卖的东西都卖了，害得我无家可归。现在你把借我们的钱都还回来！还钱！还钱！你救救我！还给我！临川哥哥，还钱！方雨柔，你之前陷害陆生，还在货仓起火的时候操作不当致人受伤，再加上诈骗钱财，这些够你蹲几10年的监狱了。好好去享受你的牢狱生活。来人！不可能，临川哥哥，你不会这样对我的。江少，你救救我呀！就算看在我陪了你这么久的份上，你也救救我呀！滚开！季少，这个贱女人，我就是玩一下而已，没什么感情。无意冒犯了你，您大人有大量。放我一马，放我一马。带走，走。
你放心，你持刀伤人罪不至死，关不了多久。不过你们江家也该破产。开除他们，全行业封杀。再去给我准备飞往海市的飞机。我要去接洛生回家。少爷，唐少爷和陆小姐今天结婚，恐怕来不及了。什么？结婚？少夫人好。不用这样，你们快起来。你就是生生吧？哎呀，真漂亮！哎，外面热，我们进屋聊。走。阿姨，唐玉呢？生生啊，和你订婚这件事，其实我们是瞒着阿玉的。阿玉她前后订了5次婚，但每次都，她有些受不了打击，所以干脆就搬出去住了。其实我们请大师算过，说你和阿玉的命很合，所以才选你做儿媳妇。我们希望你能劝她搬回来住，回来继承家产。毕竟我们就这一个儿子。叔叔阿姨，我尽力吧。哎，美女，你找谁啊？我找唐玉。找小唐总？你是他什么人啊？我是他的未婚妻。小唐总，你爸妈给你找的新未婚妻来了。够了！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我说了，我是你的未婚妻，你爸妈还在家里等着你商量婚期呢。未婚妻有什么了不起的啊？你又不是第一个，识相点，现在滚回你家，别来掺和我的事。哎，那不行，我答应了唐叔叔，必须要把你带回家，我答应的事一定做到。你有完没完啊？啊？想让我跟你回去可以，来打赢我就跟你走，敢不敢？这可是你说的，别反悔。喂，你扭够了没？要是怂不敢打，就赶紧回去。我看怂的人是你才对。小胳膊小腿还挺有劲儿啊！你话怎么这么多？喂，还活着吗？我都还没用全力。小唐总，你不会把人打死了吧？不能吧？他怎么这么脆弱？喂，哎，醒醒！你输了。你跟我回音呐！小唐总，孙子兵法，兵不厌诈，是你轻敌了。好，真有你了。小唐总，晚上还有场比赛呢，你要去哪儿？愣着干嘛？回家。生生啊，来吃菜。混小子，可算是有人能治治你了。生生啊，我刚才跟你爸爸通过电话，我们都希望婚礼越快办越好。婚
婚礼？谁答应跟他结婚了？叔叔阿姨，我都可以。那婚礼就定到1周后，正好你也能养养身子。生生啊，你比阿玉大几个月，以后要辛苦你多多照顾她了。放心吧，阿姨，唐玉他确实还挺像个弟弟。啊！哎，好好好，不说了，吃饭吃饭。唐玉，快起床，叔叔让你跟他去公司。唐玉，别睡了，叔叔等你呢。唐玉，陆生，你是传声筒吗？左一口我爸，右一口我妈，你烦不烦啊？这是你家，你当然可以肆意做你想做的事儿，而我却不行，只能叫你起床，懂吗？对你太唐玉，有件事情我要提前告诉你。我要死要活的爱了一个男人3年，我嫁进你们唐家本来就是高攀，你要是介意的话，现在还来得及。哎，不是，你是结婚经验比我多呀，还是名声比我臭啊？你凭什么认为我会介意？你不介意啊？比起这个，我更讨厌的是包办婚姻。不过，既然我们一定要结婚，我希望你能明白一点，我更需要的是你的现在，而不是过去。怎么，被你未来老公的帅脸吸引的挪不开眼了？才没有呢，我就是有点感动。唐月，遇见你真好。阿姨，人可不可以再少一点？我觉得婚礼不用特别复杂，简单点就行。生生说的对，毕竟我们家也不是第一次办了，简单点好。陆生，你是小三吗？什么？既然不是，那我唐玉明媒正娶的老婆凭什么要简单办？必须大办，还要请海市所有的豪门都过来，告诉他们你是我唐玉的老婆才对。是啊，不能委屈了生生，我这就去通知其他家，给他们发请柬。我去通知所有的亲戚，让他们都来，都来参加。喂，是你堂哥我。3天后你哥我结婚，你们几个都必须给我过来啊！什么六嫂啊，多难听啊，就喊嫂子。什么样啊？当然是天仙喽。原来这就是被尊重和重视的感觉吗？陆生，
不准跟任何人透露我们之间的关系，不要越界，明白吗？唐月，谢谢你。光说谢谢，没点奖励呀？结婚啊，说到底就是上台领个戒指，别怕啊。你说的倒是轻松，我可是第一次结婚，不像某些人经验十足。怎么，吃醋啊？我可没有啊。嘴硬，放心吧，有我在。现在，让我们欢迎新郎新娘上台。哎呀，新娘好美呀！我从没想过，最后和我一起走进婚姻的不是季凌川，而是他。有请新郎新娘为对方戴上戒指。陆生，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，我给你2个选择：逃婚，或者嫁给我。你是结婚经验比我多呀，还是名声比我臭啊？你凭什么认为我会介意？什么呀？当然是天仙喽。唐月，他选逃婚。他选逃婚。这不是南岳豪宫的纪上吗？瞧他这个架势，这是要当众来抢婚的。这就是传说中的修罗场吗？今年可有好戏看了。他就是你爱了3年的男人吗？嗯，不过现在不是了。生生，我来接你，跟我回家吧。季少，这是突然发的什么疯啊？你看清楚，我不是你心心念念的方雨柔，你找错人了。不是的，生生，4年前是我眼盲心瞎，错把方雨柔当成了你。可自始至终，我的心里只爱你一个人。我不想跟你说这些，放开！生生，我错了，生生，我这辈子都不会放开你的手的。我老婆让你放开她，聋了吗？季凌川，你说你4年前就爱上我，你别撒谎！4年前你根本就不认识我，你把我当傻子吗？我没有撒谎。生生，你难道忘了吗？4年前你在航站楼救了一个突发心脏病的女人，你当时沉着冷静又不求回报，那一刻我便对你一见钟情。只不过我一直错把方雨柔当成你，所以才……可是我现在都知道真相了，我也知道这些年你受了很多委屈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一定会加倍的补偿你。季凌川，你凭什么觉得你跟我道个歉、认个错，就能把我这些年所受的委屈都一笔勾销啊？对不起，季凌川，在我最爱你的时候，
你心里全都是别人。这些年，我为了让你高兴，我不惜低三下四的去讨好你。仅凭了一句你说你喜欢，我就可以几天不休不眠的去给你准备礼物，我可以为你放弃一切，结果换来的是不屑一顾。现在我不爱你了，你却跟我说你爱我，季凌川，你当我洛生是你炮制伎来挥之即去的玩物吗？不是的，生生，不是的，生生，我没有把你当……够了，我不想跟你废话，你走吧，麻烦回来继续。生生，我老婆让你滚，听不到吗？我老婆让你滚，听不到吗？让开！唐玉，洛生嫁给你，是因为你们唐家对洛家有注资，你们只是商业联姻，根本没有感情基础。开个价吧，多少钱能让我带她走？谁规定商业联姻就不能培养感情吗？相比于钱，我更在乎生生。他又不喜欢你，你要是个男人的话，你就放走他。真有意思，他喜欢谁和你有关系吗？他愿意嫁给谁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吗？今天是我和洛生的婚礼，不欢迎你，识相的就赶紧滚。唐玉，我不知道你给他下了什么迷魂药，但是今天我必须带他走。你是嫌伤害他还不够吗？季凌川，我要是你，伤害他这么多年，都没脸来见他。我看你别说是个男人了，是不是个人都不一定。给老子闭嘴！别打了！我也不想把事情弄到这个地步，但是今天无论如何，我都要带你走。季凌川，你疯了！你把枪放下！疯了？我是疯了！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心爱的女人跟别的男人结婚！生生，如果你不跟我走，我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更疯狂的事情。季凌川，你也是季家的继承人，当真要和我们唐家撕破脸面吗？你就不为你们季家考虑？你千万别犯傻，快把枪放下呀！除了洛生今天跟我走，否则免谈。大不了我跟唐玉一命换一命。你不怕死？怕。但洛生现在是我老婆，我不会让任何人把她从我身边夺走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我唐玉哪里都坏，但我若是连自己老婆都保护不了，那我就再找劲。好啊，想逞英雄是吧？那我成全你。好啊，想逞英雄是吧？那我成全你。季凌川，我可以跟你走，但你不能伤害他。生生，不要委屈自己了，相信我，我一定有办法解决的。唐玉，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情，我不想把你牵扯进来，而且我也不想你因为我受到伤害。你相信我，就像我相信你那样，好不好？季凌川，我可以跟你回南市，但是我最多只能留半个月。你知道我的脾气，如果时间到了你不放我走，我宁愿死。好，生生，对不起，我也不想把事情闹到这个地步，但我真的想让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季凌川，你伤我的心不止这一次，我早就习惯了。生生，我知道，我之前让你失望了很多次，但我能让你爱上我一次，就会有第二次。
阿玉，你千万别上火，我和你爸一定想办法把生生从南市接回来。姓季的真是欺人太甚！他要是敢动生生一根手指头，就把他们季家给拆了！哎，阿玉，你干嘛去啊？我放心不下陆生，我要去南市。生生，你当时走的匆忙，什么都没带走，我就知道，当时你一定是被逼的，早晚都会后悔。季凌川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什么都没有带走？因为你放不下我啊。不，恰恰相反，因为这里的东西都跟你有关，我看一眼便会心生厌恶，所以我宁可丢掉，也不想回忆起关于你的任何事。生生，我知道你现在在说气话，就在这里，我们一起过生日，一起分享过喜怒哀乐，还一起失眠，漫无目的的讨论过未来。难道这些你都忘了？我没忘，我还记得你送我的礼物和蛋糕，都是方雨柔不要的。我辛苦为你准备了一下午的晚餐，你却忙着陪方雨柔。还有，好了，可不可以不要再提方雨柔了？怎么？这才帮你回忆多少就受不了？季凌川，你所谓的那些美好回忆都是你和方雨柔的。方雨柔，方雨柔，你能不能不要再提她了？之前是我犯了很多错，可这些完全都是因为方雨柔导致的。你放心，我已经把方雨柔送进监狱了，以后绝对不可能再发生这种事情了。季凌川，这些年真正错的人难道就只有方雨柔吗？当然啊，如果不是因为她一直假冒你，我又怎么可能会做出伤害你的事情？季凌川，你别再自欺欺人了。方雨柔固然可恶，可她根本就不知道你跟我的关系。她难道一边能让你喜欢着她，一边又让你和我纠缠不休？你总是这样，出了事你就想逃避，就像当初我们发生关系，你明明心里就没有我，你明明就可以跟我断干净，你明明就拥有着绝对的主导权，可是你做了什么？我是什么都没做，但这一切你一点错都没有吗？是，我也错了。这3年我所受的委屈，完全就是我自作自受。季凌川，如果能再来一次，我绝对不会爱上你。所以，我们到此为止。我以前怎么就那么……唐玉，怎么样？今天季凌川欺负你没？没有，没有就好。陆生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，只要你呼唤，我就会出现。好，你该不会……你怎么跟来了？怕我不跟你回去啊？怕我食言？我信得过你啊，但是我信不过季凌川。毕竟南市是他的地盘，不在你身边，我不放心。你快回去吧，这边现在没事儿，现在准备睡了。陆生，别忘了，今晚是我们的新婚夜，就让我在旁边听听你的声音也好。好。唐玉，还好有你。晚安。少爷，唐玉一直在楼下，要不要赶他走？不用，如果难为他，洛生只会更生我的气。他想盯就盯着吧。
你盯着他，不要让他接触到洛生。季凌川，如果能再选一次，我绝不会再喜欢上你。洛生，我知道你不相信我真的会改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会把你对我做过的事情再做一遍，重新追回你的心。起来这么早，我做了早餐，来，快尝尝。我还是第一次看你下厨，看你的手艺不像是新人，以前没少给方雨柔做吧？生生，以后可不可以不要再提方雨柔了？我特意给你做的三明治，你不是最喜欢吃了吗？尝尝。啊，我知道你现在还在生气，但是也不能不吃早饭吧？季凌川，你知道我最喜欢吃什么吗？你不是最喜欢吃三明治了吗？你之前不是经常做着吃吗？我们在一起3年，你却连我最喜欢吃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一个对奶油过敏的人，又怎么会爱吃三明治？我之前一直爱做，也只是因为你爱吃。啊，是，瞧我这记性，我记着呢，我记着你对奶油过敏，我知道你喜欢吃什么，我现在重新去给你做。爱一个人，从来都不是说出口的。我们在一起3年，你却连我喜欢吃什么都不知道，那只是因为你不爱我，所以才不在乎。没有，我只是……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别勉强，我们真的回不去了。你说让我不再勉强，那我非要勉强呢？你从前那么爱我，我就不相信你现在心里对我没有一点点爱意。季凌川，你放开我！你要带我去哪儿？季凌川，你又发什么疯？带我来这儿干什么？生生，我知道你是因为当初我给方雨柔买手链而生气，我今天把这个商场全都包下来了，只要你喜欢的，我都可以送给你。季凌川，不是什么东西都能补救的，这一点你不明白吗？生生，你一定要选，就当是再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，好不好？他这是要哭了。像他这么骄傲的人，竟也有这么低声下气的一天。好，生生，你答应我了，你再等我一下，我做下准备。秦助理，立刻准备好最名贵的珠宝首饰。为什么非要在我不爱你的时候，让我看到你爱上我的样子呢？算了，就当这是最后一次为你信任了。生生，喜欢吗？你喜欢哪件就买哪件，不用问我。林川，你看这2件衣服怎么样？你喜欢就行，快点啊，我还赶时间。嗯，好。原来热情期待被冷落的感觉是这样，我却以这样的态度回了他3年。少爷，全都包起来啊！季凌川，买1、2件就够了，都包起来太浪费了。没关系，穿不了我们就放在衣柜里看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全都打包起来！哎。
怎么了？季凌川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喜欢你吗？5年前在机场我突发低血糖，你喂了我1颗糖。我睁开眼睛，看见的就是穿着机长制服的你。就是那个时候，我喜欢上了。后来我去做空乘，就是想和你一起飞向空中，离你更近一些。原来你5年前就喜欢我了。是啊，可这一切不过是我一厢情愿罢了。现在我清醒了，过去的一切就像是一场荒唐的梦。对你是没心跳的一个人。这不是回公寓的路。不回公寓，去季家。去季家干嘛？一会儿给你准备了个惊喜，我们一起去看看。随便你。这是哪个女明星的现场？不愧是我老婆，360度无死角的好看。乱说，你当时也在？是啊，可惜只能远远盯着，不然多少准备一点花生、瓜子、矿泉水替你表演。不过比起季凌春，还是我更帅一些。是，你最帅了。以前他的笑容都只属于我，可现在他的笑可以给任何人，唯独不愿再给我。季凌川，还有多久？马上到了。好了，可以摘下来了。生生，我们相恋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欠你一个名分和求婚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给我一次可以弥补你的机会。嫁给我吧。雨柔，当我见到你第一眼时，我便对你产生了不可自拔的喜欢。接下来这一辈子，我会照顾、呵护你。嫁给我吧。季凌川，你不觉得你说这句话很熟悉吗？不久前你对方雨柔也说过同样的话，对不同的人说同样的话，你不觉得很可笑吗？不是的，季凌川，我到现在还忘不了你求婚被拒的当晚，还想要跟我说，在你心里，我不过就是你发泄的工具而已。不是的，生生，你误会我。误会？你既然都做了，有什么不敢承认的？你不要再做一些自我感动的把戏，你感动不了我，只会让我更加厌恶。我不相信，生生，我不相信你对我没有一丝一毫的爱意。曾经，我也撕心裂肺的爱过你，可是后来你一天一天，一点一点把我对你的爱消磨殆尽。现在我不爱你了，季凌川，你放了你自己吧。好，生生，如果这是你想要的，那我就成全你。你走吧。现在谁能够在你心里面，你就不对谁好一点。现在的我虽然依然想念，却故意不和你遇见。小心！季凌川，季凌川，季凌川，来人，快叫救护车！生生，生生，生生，生生。
你醒了？现在感觉怎么样？生生，你没事就好。你好好躺着，别乱动。医生叮嘱过了，你现在需要好好休息，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就行。没事，生生，让秦助理来照顾我就好了。我答应过放你走，我绝不食言。季凌川，你是因为我才受了这么严重的伤，我也没那么无情，就算是要走，也会等你出院之后再走。生生，我就知道你还是放心不下我。你昏迷了快1天，饿不饿？想吃点什么？我想吃以前我生病的时候你煮的粥。好，那我回家给你煮，正好准备一些换洗的衣服。你要来陪护吗？医生说你伤得很严重，伤到了一部分内脏，短期内需要有人照顾。如果你要是觉得尴尬的话，可以找。不尴尬，我愿意。生生，我恨不得你照顾我一辈子。这种话以后还是不要说了。我先走了，你好好休息。生生，对不起。去哪儿？我送你。唐月，对不起。瞧你这样的，怎么了？在医院病房里跟季凌川旧情复燃了？才不是呢！本来说最迟半个月就回海市的，但季凌川因为救我受了伤，我想等他康复了再走，最迟也要出院。可是这样一来，我对你的承诺……洛生，我有那么小气吗？他救了你一命，照顾他天经地义，我有什么好在意的？唐月，哎呀，正好你在医院，好好学学怎么照顾人。等我以后老了，走不动，坐在轮椅上，就让你来照顾我，连保姆钱都省了。你瞎说什么呀？就不能盼着我点好？而且我可比你大，说不定是我比你先坐轮椅。有道理。那到时候呀，我就把好吃的都放在书架上面，让你够不着，只能来求我。到时候呀，叫声好老公，我就来帮你。你想象力可真好。好了，公主，我送你去医院。走。处理干净了吗？放心吧，少爷，都处理好了。就算洛小姐怀疑，也查不到我们头上。那就好。只是少爷，这一次您真的是太冒险了，但凡灯砸得偏一点，很有可能就要了您的命啊！生生现在对我彻底死心，想要把他挽留住，就只剩苦肉计这一个办法。还好，我做的这一切努力都没白费。季凌川，我原本还为我那么伤你，但你仍不惜性命救我，感到愧疚。没想到你连我对你的善良，你都可以利用。我这边有生生照顾，你不用太担心。想办法在生生照顾我的这段时间，偷偷拍下我俩的亲密照发给唐月，让他对生生死心。是，我现在就去办。洛小姐来了。秦助理，您什么时候到的？我粥煮的有点多，你要不要也尝尝？不用了，洛小姐，少爷就交给您了，我先去忙。
生生，你什么时候到的？刚要进门就碰见秦助理了，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。生生，你能喂我吗？好，我喂。陆生，不要再对季明川有任何联络，一点也不要有。季总，看您的伤口恢复的不错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后遗症。这多亏了你女朋友这些天的精心照顾啊。医生，你误会了。我知道了。啊，对了，医生，我4天后能出院吗？为什么这么着急要出院？生生，你难道忘了吗？5天后是我的生日啊！以往我过生日，你都会在0点的时候送我礼物啊。是啊，以前我总是把他的一切记得清清楚楚，可现在我早已把他从我的心里彻底抹除。不过，也是时候离开了。看季总的检查报告，提前出院不成问题，记得定期复查就行。好，谢谢医生。生生，生生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季凌川，既然你的身体恢复的差不多，那我也该走了。哎，生生，就算你着急要走，也不着急这几天吧。你能不能陪我过完这一次生日啊？毕竟，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。到此为止，各有各的天地，依然相互凝视。好，那这次还会和往常一样吗？可以，我会在你生日的那天0点送你一份大礼。好，我很期待。生生，你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啊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季凌川，我先回房间准备一下，0点之前不要让任何人打扰我。好啊，我会好好的等待你准备的礼物。早就忘了你带给我那些痛和伤，我早就忘了你是我的美梦与天堂，一分都别躲藏，别留给我遐想。我为你准备的生日礼物就是在这天彻底逃离。少爷，洛小姐照顾您的照片，我偷偷拍了不少，只不过位置都很正常，想要发给唐少爷，恐怕没有什么效果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作罢吧。不过少爷，我最近看洛小姐照顾您照顾得很仔细，对您的排斥也比之前少了很多，说不定你们2人的感情还有所转机。是啊，这次的苦肉计用得很直，以生生的性格，只要我肯一直装病下去，他就一定会留下来照顾我。只要他肯留下来，我就有能力继续缝合我们的关系。没想到有一天，我会用这种卑劣的手段让你留下来。秦助理，啊，药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，已经让厨师下酒宵夜了，就等洛小姐送完礼物吃进去。好，生生，我没有办法接受没有你的世界，请你一定要原谅我。少爷，马上0点了，洛小姐怎么还没起来啊？再等等吧，生生一向不会食言。什么动静？你快去生生房间看看，千万不能让他出事。是。
不好了，陆小姐不见了！什么？生生，生生，快去查生生下落，去！啊！纪凌川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不辞而别了，而这也是我送给你的最后一份生日礼物。纪凌川，你一定想不到，有一天我会利用你对我的感情，来达到我的目的，而这正是我从你那里学到的。你在医院和秦助理的对话，我都听到了。纪凌川，我收回你不了解我的话，你确实很了解我。你知道我容易心软，便利用我的良心把我留下。可你知道吗？这一点点良心，是我对你最后的温柔。纪凌川，我以前真的觉得你很冷，直到我遇到唐玉，你利用我对你的温柔来绑架我，想要用手段逼我再次回到你身边，而这一点是唐玉永远不会去做的。这一次，你耗尽了我对你的最后温柔，余下也只有对你的绝情。让剑无法省略这旧日的心间，是爱你的诗篇。都说爱会让人轻松，我曾以为这是谎言，因为我在你身边，从未感到轻松，而是谨小慎微的疲累。直到在唐玉那里，我才感受到了真正的快乐。纪凌川，我恨你利用了我的感情，恨你毁了属于我的婚礼。纪凌川，我曾经有多爱你，现在就有多恨你。纪凌川，我走了。如果你当真还对我有喜欢，就不要再来找我。我也是人，也有情绪失控的那一刻。我怕我再见到你，会忍不住杀了你。纪凌川，我真的很后悔这辈子先爱上你。如果真的有来生，我会站在奈何桥前，跪上1000次万次，只求永永远远不要再和你见面。不如就这样不讲话，省得让气氛更尴尬。爱过我吗？眼泪是心疼吗？生生，少爷，查到监控，洛小姐上了唐少爷的车，我现在就带人去追。算了，本身就是偷来的爱情，迟早都要清醒的。我只恨我自己，当初为什么没有好好的珍惜她？真没想到有一天竟然会以这样的方式回到南市，我还以为我以后要一个人工作了，没想到你家那位竟然会放你出来工作。他是他，我是我，我工不工作和他有什么关系啊？哦，真的没关系吗？那怎么每次都有一位叫唐先生的乘客？唐太太不解释解释吗？就只是凑巧。真的只是凑巧吗？青青，你真坏啊！看见你在我眼前，3个月了，我终于又见到你了。才想我们是多远。哦，对了，生生，你之后
还有听说过季凌川的消息吗？听说他3个月前从航司辞职之后就失踪了，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他去哪儿都跟我没关系，我也不在乎。说的也是，走走。该死的季凌川，你害得老子家破人亡！你以为你逃走就没事了？今天就弄死你的女人！老婆，我在这儿。唐夫人真的好凑巧啊！你再调侃我。哎，青青，咱们一起去吃个饭吧。啊，还是别了，我可不想当你们2口子的电灯泡，我还是先回酒店吧。明天见。陆兄，快躲开！老婆，老婆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没事，是他救了我。先撞死人了！快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喂，你醒醒，你要挺住，救护车马上就到。我老婆她没事，谢谢你啊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最好的医生治好你的。你是季凌川，不要喊，唐玉，别告诉圣圣，是我救了他。为什么？我亏欠他太多了，我只想让他简简单单的活着。唐玉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负了他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你别说话了，救护车马上就到。圣圣，就让我用这种形式向你道歉吧，我真的好爱你。老公，他伤得重吗？啊，医生说不是致命伤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想办法治好他。我总觉得他很熟。看来以后要加倍对你好才行。怎么突然这么说？因为我爸找那个算命师说，只要我娶到你，不仅能改了我娶谁谁遭殃的烂命，而且我对你越好，我就越顺风顺水。那是自然。你现在知道我有多好了吧？是。珊珊，我们要不然重新补办一个婚礼吧？咱们不是领过证了吗？我不补婚礼有什么区别啊？是啊。那看来我专门为你定制的戒指也没什么用了。算了，退了吧。啊！我现在改变主意，补一个也行。怎么，看到钻石克拉够大就改口？你怎么这么财迷？唐玉，我可是幸运到能改变你命运的人，你以后可得供着我。
不许对不起我，知道吗？好，好，好。好看吗？Today and every day.